哇哇哇！看到木乃伊了。被闪瞎眼了啊！后视镜被人刮了。打车来到大埃及博物馆。哎，我发现这个埃及人他坑的地方是啥呢？刚刚打车啊 ，Uber 上显示是100，然后呢，他要给我加价，我就说那150吧。行，那我就上去了150，因为那个时候也打不到车。结果上去之后呢，他才开始加价，他又说200了。反正我就说150，你走不走吧？不走我就下车了。他说行。大埃及博物馆的正门呈金字塔形，布满写有象形文字的图案，真是恢宏大气又神秘。进入博物馆，博主就被眼前偌大的空间震撼了。不愧是世界上最大考古博物馆，令人瞩目的还有大厅里的镇馆之宝拉美西斯2世的巨大雕像。这些东西没个导览好像也看不懂啊。哇，博物馆的景观位也不错哎。这个展厅呢，展示的是一些古埃及的雕刻和绘画艺术。虽然说这个里边的东西很多我基本上都看不懂，但是我宣布这个是埃及开罗最好的景点。为啥呢？因为空调冷气特别足。看完啊，出来真的把我困的，我都想躺进这个里边了。总的来说呢，大埃及博物馆很新很大，空调非常的充足。但是你最好呢提前做点功课，或者是有一个中文导游讲解，不然的话基本上就是在梦游，特别想睡觉。现在来到了这个埃及最老的这个博物馆啊，埃及国家博物馆，这个是旧的，进来就感觉跟新的那个完全不一样啊。图坦卡蒙的坟墓在8号。我觉得特别神奇的一点就是他们把这些文物都直接摆在外边，而且没有保护。这个门框都快5000年的历史了，但是你看它上面的这文字还是清晰可见，磨损并不是很严重。如果你不请导游的话，看这些介绍就跟在看雅思阅读一样。大概看懂了，这个是一个甲门，墓室中的甲门，它代表着沟通生者和死者的一个通道。那么中间呢有一个这个长条形的东西，看没有？这个长条形的东西就代表着是死者可以从这个地方进出，并且去接受他家人的馈赠。这个是这个展厅唯一一个被保护起来的石棺，大家可以看到非常的精美。雕刻的花纹呢是宫殿的样子，石棺的盖子上面是有一只黑豹。这个用玻璃保护起来的是一个墓室，里边就会放石棺。哎，你看墓室上雕的这些东西啊，有吃的，有喝的，还有一些鼓啊这种东西。然后我看介绍上说呢，这些吃的喝的呢，就代表着这个死者所需要的东西。就跟我们在清明节扫墓的时候要去给去世的家人放上一些烧鸡啊、酒啊、烧纸钱啊，是一个道理。公元前2400年的雕塑，这个色彩啊依然很鲜艳，怪不得好多人都说埃及的这些文物都是假的赝品啊。藏品实在是太多了，根本看不过来。走到这个大厅。阿蒙霍普特3世和王后的雕像被摆在最中央的位置，确实非常的巨大。哇哇哇！看到木乃伊了。图坦卡蒙的展区到喽。就是从这个地方进去。看完了，里边不能拍照，为什么我现在戴上了墨镜？因为被闪瞎眼了啊！金灿灿的黄金面具，上面有一些细微的裂痕，不过依然保存得非常的完整。里边还展示了图坦卡蒙的棺材啊，仅仅是第2层棺材，就是最里边那一层，就是重达110公斤，纯金打造。出来之后是有商店可以逛啊。有一种全部是义乌进货的感觉。博物馆出来这边就一个很嘈杂的市中心，有很多的公交车，据说在这儿可以坐公交车去机场啊，不过我没有实践过。欣赏一下尼罗河的风景啊，开罗市中心的尼罗河比我想象中的更宽啊，非常的宽。
最后一个博物馆啊，埃及文明博物馆。这个博物馆呢，就据说是木乃伊特别多啊，喜欢看木乃伊的有福了。这个天气在埃及啊，只能逛博物馆，太热了，还是博物馆好啊，空调。Royal Mummies， 看木乃伊了。好像一会儿里边不能拍照啊，就先拍这些吧。看完了哈，非常的震撼，20具木乃伊。有些保存的完好的话，它的牙齿、头发以及指甲都是清晰可见的。尤其是有一个王后的头发是卷曲的，而且挺茂密，棕色的，就像是仍然是活着的人的那种头发的一样。但是啊，有一个白人女的，我听口音应该是美国人，在里边大声喧哗还大笑，然后工作人员制止她，她还不听。我觉得她一定会受到法老的诅咒。博物馆的外边有一个湖。感觉这个眼前的场景非常的埃及啊。总之，这个文明博物馆啊，推荐大家来啊。开到路上，司机后视镜被人刮了，现在他们去吵架了。2个车停在路边上，在这 battle 呢。就这个车，这个后视镜被撞断了，现在给它安上去了，但是他们还是不满意，还得继续吵。你说他们这个路啊。几个车道中间连线都没有，那能不擦挂吗？司机说他最后也没有得到赔偿的钱，因为撞的那个人呢不承认自己错误，他们又没有那个录像。然后我问他，那你买保险了吗？他说没有。这个埃及啊，开 Uber 居然不买保险。在开罗逛完博物馆之后，根本没法进行户外活动啊。商场呢就是最好的选择，因为凉快。